你见过真正的木星吗？不是教科书上的插图，不是卡通里彩色的球体，而是探测器拍下来的木星本尊。当这些真实照片公布后，无数网友惊呼：这不可能是真的！色彩斑斓的云层，不断旋转的巨大风暴，每一帧画面都美得不真实。正是因为这些图像，让这一切变得清晰可见。它们不是简单的静态照片，而是一帧帧活生生的证据，记录着运动，记录着结构，记录着一个星球的呼吸。有人说，这像是科幻电影里的计算机特效，甚至有人质疑，怎么看都像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假图。究竟是什么让亿万人难以置信？是那翻涌如墨的风暴云海，还是看似眼球怪物般的巨型红斑？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揭开木星的真实面貌。为何这颗星球竟能让人类怀疑自己的眼睛？而在那翻腾的云层深处，木星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木星曾经只是科学书中五彩斑斓的模糊影像，一颗遥不可及的神秘星球。但这一切正在迅速改变。现在，我们正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清晰的木星真实影像。有些照片是几周前由朱诺号探测器贴近木星椭圆轨道中的抓拍，还有一些来自韦伯望远镜和哈勃望远镜。这些探测器协同合作，从红外、紫外到可见光多波段，全方位同时观察这颗气态巨星。让人意外的是，其中最美的图像竟是由普通人根据 NASA 公开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与拼接而成。他们把科学变成艺术，把数据变成视觉奇迹，堪称行星艺术作品。不过奇怪的是，当我们把镜头拉近，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谜团却变得越来越多。木星的云层行为出乎预料，其大红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缩小，一些巨大的风暴在短短几天内生成又消散。而在深层大气中，似乎还有一个极为诡异的隐藏核心，与研究过的任何行星都不同。因此，这不只是一组漂亮的图像，它们正在重塑我们对行星、风暴、卫星乃至整个太阳系早期历史的认知。曾经只是红褐色条纹模糊交织的木星，如今仿佛化身为一幅宇宙画布，深邃的蓝、柔和的粉、冰冷的白与暴风般的灰交错其中，有的像天然大理石纹，有些则如凝固在半空中的翻腾海浪。而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画面，来自太空边缘的原始影像。这些令人震撼的图像大多出自朱诺号探测器上的 JunoCam 航天相机。最初，这台相机的设计只是为了拍些漂亮的照片供人们欣赏，根本不打算承担硬核科学任务。可意想不到的是，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科学家和程序员纷纷加入，下载未经处理的图像数据，凭借专业技能对图像进行处理加工，把这些照片变成了仿佛来自星际的艺术作品。其中一张照片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气旋，宛如加强版的飓风，只不过大小与地球不相上下。在另一张图像中，一群较小的风暴如花瓣般螺旋盘绕，还有些云层图案精细到可以辨认出不同大气层之间投下的阴影，你甚至能在这个几乎完全由气体构成的星球上看到深度。而这并不是偶然拍下的瞬间画面。自2016年以来，朱诺号就一直在绕木星飞行，但近年来拍摄的图像一次比一次清晰惊艳。这是因为朱诺号的轨道在不断调整，每次飞掠木星时都逐步靠近，带来更高的分辨率、更丰富的细节和更理想的光照角度。有时你甚至能看到阳光在暴风边缘轻轻掠过，仿佛地球上的日落时分。与此同时，他还拍到了许多科学家根本没预料到的现象，比如神秘的亮斑、新的风暴系统、极地旋转的龙卷结构，以及漂浮在高空随光线变化而变色的薄雾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摄影，而像是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木星的性格，一个活跃的、运动的、千变万化的世界，比想象中更复杂。不过，尽管从高空俯瞰已足够迷人，
但当朱诺号飞得更低，低到足以看清木星风暴脸庞上的每一道皱纹时，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朱诺号最近的飞掠并非偶然抓拍，而是精心安排的深度潜行。每次飞掠都经过精确计算，使其轨道贴近木星云顶，相距仅数千公里。你可以将它理解为几乎擦着这颗风暴星球的表面飞过。朱诺号在这些近距离飞行中所见到的一切，简直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情节。比如木星著名的大红斑，这个风暴已经肆虐了至少300年，甚至可能更久。但现在人们第一次通过高分辨率的真实图像得以看清它的结构与细节。大红斑并不仅仅是一场风暴，而是一个层层嵌套的怪物，像是一场嵌套在更深气流之中的风暴，仿佛有某种力量将其锚定在云层之下。朱诺号的最新图像揭示了细致入微的结构，起伏的极限、漩涡状气流，甚至还有小型涡流被巨大风暴吞噬的全过程。看着它仿若巨眼缓缓眨动，周围的云团被无声吸入那片红色的深渊。更离奇的是，大红斑正在变小。这并不是最新的消息，但现在科学家们能精准追踪它的变化速度。不过，大红斑在横向缩小的同时，纵向却在变高，就像风暴正逐渐演变成气体摩天大楼。这种垂直升高行为此前从未被预见，其背后的机制至今仍是个谜。而当朱诺飞越木星的北极时，你见到的更是超乎想象。那里根本不像我们熟悉的木星，风暴不再是整齐的带状排列，而是聚集成几何图案般的结构，比如6边形、7边形，甚至8边形。每一个风暴都围绕中心气流旋转，彼此之间分布均匀，宛如花瓣环绕花蕊。这些被称为极地环状气旋的风暴，并非静止不动，而是持续多年的巨型飓风，始终保持队形，就像某种气候仪式。而在它们之间，则是深蓝色的空隙，看似宁静，却可能隐藏着更快、更密集的暗流。目前，这种现象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没有任何星球展现出类似的结构。在近期的一次飞掠中，朱诺号还短暂捕捉到了高空高速喷流的踪迹。这些喷流在此前的任务中从未被发现，如今却以一道道清晰的划痕穿越云带，显示出木星大气的分层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前的理解。戏剧性的是，许多震撼的照片原本并不在任务目标之中。朱诺号并未被设计成长期成像探测器，也没人指望它能运行这么久。但它确实做到了，而且如今仍在继续飞行。每一次轨道飞行，它都带回了更清晰的图像和更令人震撼的数据。木星正一点点向我们揭开它隐藏数千年的神秘面纱。就在你以为木星足够离奇时，它的卫星木卫一出场了，直接抢尽风头。木卫一完全不像月球，而是一颗活着的卫星，不是因为植物、海洋或生命城市，而是因为火山遍布。是的，木卫一有成百上千座火山，甚至有些火山的喷发从未停止。而现在，时隔20多年，借助朱诺号，人类终于再次近距离看到了这一切。在最近几次飞掠中，朱诺号特意调整轨道，数次掠过木卫一，并拍下了令人震撼的画面。喷发柱直冲太空，熔岩湖在地表悠悠发光，大片区域布满了旧时喷发留下的焦黑伤痕，就像在观看一场行星级的烟火秀，只不过更加猛烈，而且永不停歇。在一张最清晰的图像中，你甚至能看到一股火山喷流从木卫一地平线升起，背后是太阳的逆光。那场面如同一座由灰烬构成的喷泉，直冲数百公里的高空。而这惊心动魄的一切，竟然发生在一颗和月球相当的小小天体上。木卫一的疯狂源自木星的引力拉扯。由于轨道距离极近，木卫一的地壳被木星引力不断拉伸与挤压，就像揉面团一样。这种持续不断的变形为内部加热、岩石熔融提供能量，进而维持着持续不断的火山活动。实际上，木卫一是